他明明处在领跑位置，却故意放慢车速，离正常节奏足足慢了将近2秒。车队不断提醒他提升圈速，他却不耐烦地回了一句“不需要”。但正是因为他刻意的龟速行驶，身后的队友瞬间落入他人攻击，第2名的位置岌岌可危啊！现在相当紧张啊！罗斯伯格难道就不能对汉密尔顿来动手吗？这个时候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2016赛季收官战阿布扎比大奖赛汉密尔顿与罗斯伯格的冠军生死局，后者只需要前3完赛就能加冕世界冠军，于是便出现了领跑者故意压车，企图驱狼吞虎的一幕。而这场拼到极致的对决背后却藏着一段跨越10几年的恩怨，这一切还要从他们年少时开始说起。99年底，世界冠军科克罗斯伯格致电 CRG 老板迪诺，希望组建一支专属车队，人选他已经有了，一个是自己的儿子尼克罗斯伯格，而另一人则是刚成为迈凯伦青训车手的英国小将刘易斯·汉密尔顿。迪诺欣然应允， MBM 车队应运而生，罗斯伯格与汉密尔顿成为了队友。不过两人的出身天差地别，一个是世界冠军的儿子，从小在摩纳哥的优渥环境中长大，精通物理和数学，会说5种语言，而另一人却来自英国斯蒂文奇的公租房，父亲一人打3份工供他赛车。但令人意外的是，罗斯伯格与汉密尔顿却格外的合拍，赛场之上他们是旗鼓相当的对手，每一圈练习都较真比拼，0.1秒的差距也会彼此较劲。而到了场外，两人就是最好的玩伴，他们会一起分享一块披萨，会在酒店房间打闹，把床垫扔出窗外。尼克总爱骑着独轮车到处跑，好胜的刘易斯不服气，花2小时就熟练掌握。两人光着臂膀坐在独轮车上开怀大笑，那份肆无忌惮的少年义气纯粹又热烈，成为了两人职业生涯中最珍贵的回忆。即使后来各奔东西，这2年多的队友情谊一直是他们心中最深的羁绊。2008年澳大利亚，汉密尔顿拿到冠军，罗斯伯格获得季军，两人赛后拥抱庆祝。汉密尔顿还打给卡丁车老板迪诺，告知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605 kilograms. Two karting mates, they were teammates for years. 汉密尔顿动情地回忆着两人的过往，似乎他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份看似坚不可摧的友谊，终究是在冠军荣誉的诱惑下分崩离析。是2014年的第1站澳大利亚大奖赛5秒红灯全亮。现在新面比赛开始了。2014年 F1 进入混动时代，梅奔车队称霸围场，年度冠军注定只能在两人之间诞生。没有了其他车队的干扰，他们之间的较量变得愈发直接而残酷。来到巴林站，两人第一次毫无保留在撒切尔展开贴身肉搏。来了，漂亮漂亮的防守，漂亮的防守，哇，太精彩了！太棒了！对，但彼时的较量还只是赛场之上的技术比拼，尚且保留着一丝底线。可到了摩纳哥，排位赛的事故争议彻底碾碎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哎呀，你看，这什么情况？下车吧。罗斯伯格的事故引发了黄旗，导致汉密尔顿没能突破自己的成绩，屈居第2。赛后他向队友表示道歉，但汉密尔顿认为这是罗斯伯格故意为之，目的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杆位。接受采访时，汉密尔顿更是直言，从现在起他们只是普通同事。 What about in terms of mending bridges with your friend? Well, we're not friends. Well, we're not friends. 虽然赛后调查认为罗斯伯格并非故意，但两人的关系已经决裂，这为后续的冲突埋下了一块。罗斯伯格开始动手了。哎呀，完了！这个罗斯伯格我觉得太冒失了。是汉密尔顿的表现太大了。哦天哪！这个梁子就永远解不开。这什么情况？这是汉密尔顿被罗斯伯格硬生生把左后胎给挂爆了。比利时斯帕的事故导致汉密尔顿退赛，罗斯伯格虽前翼受损，但最终还是拿到了亚军。这一撞10几年的情分彻底消失，从此两人眼中只剩下对冠军的角逐。赛季结束，梅奔车队在混动元年以19战16胜11次1-2带回的统治级表现，交出了一份圆满的答卷。汉密尔顿也如愿拿到自己第2座世界冠军。不过他和亚军罗斯伯格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
无法弥补。2015赛季，两人的矛盾彻底不开化，战火愈演愈烈，昔日的友谊早已被胜负欲和敌意所取代。而这一年，汉密尔顿状态拉满，全年强势领跑，多次力压罗斯伯格，并在美国站提前锁定年度冠军。这种压倒性的优势，让两人的对峙变得更加尖锐。哇，这是现场直播哎！我丢回去 ！Oh my god， 这什么反应啊？对，这有点不礼貌啊！怎么可以这样呢？昔日挚友彻底沦为陌路仇敌，而这场恩怨还在继续发酵。第6赛季，罗斯伯格开局豪取4连胜，一举拉开积分差距，汉密尔顿则紧追不舍，每一场比赛都成了两人的生死较量。两辆奔驰，奔驰可以收工了。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啊！我觉得赛事呢。好吧，这个大老板也在这，天哪！西班牙的双退事故让梅奔高层大为震怒，非执行董事尼基老大极度愤怒，直言两人的行为愚蠢至极，并在队内放出狠话，再发生一次，两人全都滚蛋。这番表态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住了汉密尔顿和罗斯伯格。接下来的2个月，一切相安无事。但随着比赛进程的推进，尼基老大也无法解决冠军只有一个的现实问题。在红牛环71圈比赛的最后一圈，两人再次爆发了激烈争斗。动手了！来了，外线！罗斯伯格守住，有一个小船，怎么样？哇！接下来，哥的骑士了，有一个小船，还是翻了。虽然没有再次上演双退的惨剧，但本是1-2带回的局面变成了1-4完赛，损失的是车队的积分。看到两人不死不休的镜头，尼基老大也只能无奈摇头。下休前，汉密尔顿凭借稳定的发挥，在积分榜上领先19分。但进入下半赛季，罗斯伯格突然爆发，一波3连胜，反超队友8分。而在雪邦，汉密尔顿的赛车竟遭遇了难得一见的引擎故障。汉密尔顿见过了，引擎啊！谁知道？天哪！这次爆缸退赛成为了全年争冠的转折点，汉密尔顿一下子落后了28分。我的天哪，汉密尔顿有一点驶向06年铃木的舒马赫。不过汉密尔顿没有放弃，他重新找回了状态，在赛季末还了队友一波3连胜。在收官战前，两人的分差只有12分。最后一战，汉密尔顿将全力争胜，而对于罗斯伯格来说，他不需要去拼第一，只要登上领奖台就能成为世界冠军。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领跑的汉密尔顿迟迟不肯拉开距离，一直压在罗斯伯格身前，试图堵死队友的夺冠之路。 Lewis, this is Paddy. We need you to pick up the pace. 对呀 This race, that's the instruction. Right now, I'm losing the world championship, so not really bothered if I win or lose this race. 汉密尔顿心意已决，面对车队提速要求，选择了无视，而他的战术也的确奏效。法拉利的维特尔在超过维斯塔潘后，直接贴到了他们身后，并且拥有轮胎优势。我觉得瓦特尔真的会动手吗？我觉得也不会。他当然要动手，他怎么会不动？他恨不得连汉密尔顿也超掉了，对不对？面对后车的施压，车队提醒第3也能拿到世界冠军。不过罗斯伯格选择死死守住当前位置，原因很简单，如果放维特尔过去，第4的维斯塔潘极有可能趁虚而入。现在相当紧张啊！这个时候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 54圈，维特尔追到身后 0.1秒，但没能找到超越机会。最后一圈，领跑4人组形成 DRS 高铁。11号弯前，罗斯伯格晚杀走中线防守维特尔，同为德国同胞的维特尔似乎也没有找到进攻机会。就这样，罗斯伯格顶住压力，紧跟汉密尔顿冲过了终点。 Nico Rosberg is second. He takes the championship 34 years after his father. It's like father, it's like son for the Rosbergs. 终于为梅奔征战了7个赛季的罗斯伯格如愿站上了生涯巅峰，加冕16赛季的 F1 世界冠军。 Marky, amazing job! I'm so proud of you. You did amazing. Woohoo! Happy, we did it! Happy, we did it! 罗斯伯格不仅为这项运动增加了一对父子冠军组合，更是成为了围场唯一一位在同队交锋中先后击败舒马赫与汉密尔顿的车手。多年后被车迷冠以15冠王的称号。但令人惊讶的是，仅仅在夺冠5天后，罗斯伯格竟在 FIA 的颁奖典礼前宣布退役。 I've decided to end my Formula One career. In this moment here. 这位新科世界冠军用激流勇退的方式结束了这场长达3年的银剑内战，也为两人的恩怨画上了一个仓促的句号。
So it's going to definitely be very, very strange. And it will be very, for sure, it will be sad to not have him in the team next year. 从年少并肩到反目成仇，汉密尔顿和罗斯伯格的赛场恩怨终成过往。而当他们不再是对手后，两人也是逐渐放下了当年的争执与敌意，对彼此也多了几分释怀与认可。And it was very, very tough because to beat Lewis, I had to throw everything at it, you know, and so it was a really tough time. And I'm not willing to put that sacrifice into it again next year. So it's the best moment to stop. 不管他们承认与否，汉密尔顿和罗斯伯格就是彼此职业生涯里最特殊也最难忘的对手。而当年那段充满热血的传奇对决，也将永远流淌在 F1 的历史长河里，成为不可复制的经典。而在罗斯伯格离开梅奔后，博塔斯成为了汉密尔顿的新队友，后者也开启了自己的七冠之路。不过令汉密尔顿没有想到的是，多年后在他冲击第8座世界冠军的路上，他将遭遇比当年罗斯伯格更快更狠内心更强大的对手，而这个对手正是维斯塔潘。